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又来给大家分享相亲故事啦。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订阅和支持，要是觉得故事精彩，可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呀。今天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憋了一肚子气，必须得跟大家好好唠唠。我在红娘这行摸爬滚打10几年了，形形色色的相亲男女那是见了个遍，但前几天遇到的这个小芳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干了这么多年，都很少碰到这么奇葩的。那天来了个条件挺不错的男士，叫小王，35岁，是本地一家上市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年收入40多万呢，有车有房，人长得也帅气，说话还特别温和有礼貌。他跟我说，想找个30岁左右的姑娘，性格温柔点，有个稳定工作就行。我一听，嘿，这不就想到小芳了吗？她今年32岁。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，长相清秀，身材也不错。之前我也给他介绍过几次对象，可都没成，主要就是他要求太高了。但我寻思着小王这条件，那肯定能配得上啊，就赶紧联系了小芳，约好了见面，地点就在我店里的贵宾室。那天小芳来的时候可真是盛装出席，一身名牌，还拎着个限量版包包。一见面他就开始上下打量小王，那眼神，哎呀，说实话，我看着都不舒服，就跟看货似的。寒暄了几句，小王很有礼貌地问小芳的工作和兴趣爱好。谁知道小芳根本不接茬，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你家是本地的吗？有几套房？车是什么牌子的？”小王当时就有点惊讶，但还是很有风度地如实回答：“我有一套120平的商品房，还有一辆40多万的车。”结果小芳听了直接就说：“就这些啊？我觉得要结婚的话，男方起码得有2套房子，一套婚房，一套给父母住。车的话最好是80万以上的，这样才显得有点档次。”我一看小王脸色不太好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两个人要是感情好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可谁知道小芳接下来的话差点没把我肺气炸。她说：“丽姐，我都32岁了，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嫁了。我要的彩礼是66万，这个数字我算过的，6是大吉大利，这么算下来，一年分摊下来也就5万多一点，对男方来说不算什么吧？”小王听到这儿，忍不住问了句：“那你准备陪嫁多少？”小芳那叫一个理直气壮：“我准备买1万多的家电，冰箱、洗衣机什么的。现在都不兴陪嫁了，男人要养家的。”这下小王可忍不住了，直接站起来说：“您这不是找对象，是在做生意吧？66万彩礼就陪嫁1万多的家电，您这也太会算计了吧？我工作这么多年的积蓄就够付个首付，您张口就要66万，您怎么不去抢啊？”小芳也不甘示弱：“现在市场价就这样，你付不起就算了，我还怕你配不上我呢。我这么多年的青春不值钱啊！”听到这儿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说：“小芳啊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可不是买卖。你开口闭口就谈钱，把自己的青春当商品，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？我看你这么些年找不到对象，问题出在哪儿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”小王也气坏了，接着说：“我月收入3万多，一年40多万，您开口就要66万彩礼，您是想让我净身出户吗？再说了，您32岁了，我35岁。凭什么您就觉得您的青春比我的青春值钱？”我接着劝小芳：“小芳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你这个要求真的太过分了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年轻人压力本来就大，结个婚还要背这么重的债，这不是害人害己吗？我建议你彩礼的事情最多给个10万意思意思就行了。”小芳一听就不乐意了：“10万？这也太少了吧？我闺蜜们都拿了50万以上的彩礼呢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跟闺蜜比彩礼，怎么不比比人家为什么能找到好归宿？人家陪嫁都是10几20万起步，你呢，就拿1万多的家电打发人家。再说了，你都32岁了，在婚恋市场上已经不占优势了，你还这么挑三拣四的，真怕你以后连10万的彩礼都要不到。”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，但我是真心为她好，做了这么多年红娘。我见过太多像小芳这样的大龄剩女，就因为过分在意物质条件，错过了很多好姻缘。小王听完我的话，很礼貌地说：“丽姐，这个缘分就算了吧。”
我觉得我们价值观不合适，说完就走了。小芳还在那里嘟囔，现在的男人真小气，66万都付不起，怎么养家？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又说，小芳啊，你要搞清楚，不是人家付不起，是你这个态度让人寒心啊。婚姻是感情的事，不是做生意。你把婚姻当成一场交易，就算真的有人给你66万彩礼，这婚姻能幸福吗？最后小芳还是不服气地走了。这件事之后，我特意打电话给她妈妈，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下。她妈妈听完也很无奈，说小芳从小就被他们惯坏了，现在想让她改变这种想法很难。其实啊，像小芳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行见得太多了。有些人到了适婚年龄，不是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而是把婚姻当成了一场利益交换。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，值得天价彩礼，却忽视了婚姻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共同价值观。就说之前还有个姑娘跟小芳情况差不多，她自身条件其实也就一般般，在一家普通公司上班，长相也不算出众。但她相亲的时候要求男方必须在市中心有一套大平层，彩礼要80万，还得给她买一辆豪车。男方要是稍微有点犹豫，她就说人家没诚意。结果呢，相亲了10几次，一个成的都没有。那些条件好的男士一听她这要求都被吓跑了。还有个小伙子，家里条件不错，自己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。相亲的时候遇到个姑娘，姑娘啥都好，就是对彩礼这事儿特别执着。他家里人说，他们那边的习俗就是彩礼不能低于50万，不然面子上过不去。小伙子很喜欢这个姑娘，也愿意给彩礼，但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两个人因为这事儿谈崩了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那点彩礼，那点物质条件吗？我记得我刚做红娘那会，大家相亲还都挺单纯的，就是看两个人性格合不合得来，有没有共同语言。那时候彩礼也没这么离谱，大家都觉得感情好比什么都重要。现在呢，好多人都本末倒置了。有些姑娘觉得彩礼要的越高，自己就越有面子，以后在婆家也能挺直腰杆。可他们没想过，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。要是男方为了凑彩礼欠了一屁股债，婚后的日子能好过吗？两个人整天为了钱吵架，感情能好吗？而有些男方呢，也有问题。有的觉得女方要彩礼就是贪财，不愿意出一分钱。其实彩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女方的尊重和诚意，但这个度得把握好，不能漫天要价，也不能一分不给。我一直觉得婚姻就像盖房子，感情是基石，物质是砖瓦。没有基石，房子盖得再漂亮也迟早会塌，但只有基石没有砖瓦，这房子也没法住人。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理解，相互扶持，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。就拿我身边一对夫妻来说吧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男方家里条件不好，拿不出多少彩礼，女方也没计较，就陪嫁了一些生活用品，两个人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结婚了。婚后他们一起努力工作，男方努力打拼事业，女方操持家务，照顾老人。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孩子也很争气。他们靠的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和共同的努力。所以啊，各位姑娘们、小伙子们，在找对象的时候，真的要把心态放正，不要把婚姻当成一场交易，多看看对方的人品、性格，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得来。彩礼这事儿，根据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来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也希望像小芳这样的姑娘们能够放下物质的包袱，用真诚的心态去对待婚姻。毕竟，婚姻的幸福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。真正的幸福是两个人携手走过一生，相互陪伴，相互支持。话说回来，小芳走了之后，我心里一直挺感慨的。我就在想，现在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婚姻会变得这么功利呢？是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对物质的要求也跟着提高了，还是说大家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越来越浮躁，越来越看不清婚姻的本质了呢？我又想起之前有个男生来相亲，他条件其实也不错，自己创业虽然还没赚到大钱，但也算是有上进心。他相亲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想找个能跟他一起吃苦、一起奋斗的姑娘。结果呢，见了好几个姑娘，一听他还在创业阶段，没什么积蓄，就都不愿意再接触了。
其中有个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在一家公司做文职工作。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男生就很坦诚地说了自己的情况，说虽然现在条件一般，但他有信心以后会让姑娘过上好日子。可姑娘一听就有点不太乐意了，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不想再陪着一个男人从零开始奋斗。她想要的是现成的安稳生活。我当时就劝这个姑娘，我说你看这小伙子挺有上进心的，你要是错过了，说不定以后会后悔呢。可姑娘根本听不进去，她说，丽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真的不想再冒险了。我身边的朋友都嫁得挺好的，我也不想比他们差。最后这个男生也很无奈，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就想找个能跟我同甘共苦的人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我也只能安慰他说，别灰心，总会遇到合适的人的。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在相亲市场上屡见不鲜，很多人都被眼前的物质条件蒙蔽了双眼，看不到对方的潜力和真心。就像小芳，她只看到了小王现有的房子和车子，却没看到小王的工作能力和人品。她一心想着要高额彩礼，却没想过，就算小王真的给了她66万彩礼，婚后两个人要是没有感情基础，这日子能过得幸福吗？我还想起有一次给一对年轻人牵线搭桥，两个人见面之后感觉还不错，聊得也挺投机。可后来谈到彩礼和陪嫁的问题就出了岔子。男方家里说他们那边的习俗是彩礼给20万，女方陪嫁一辆车。女方家里就不愿意了，觉得20万彩礼太少，而且他们觉得车应该男方买，女方陪嫁一些家电就行了。双方就为了这事儿僵持不下。我在中间两边劝说，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，何必为了这点事儿伤了和气呢？彩礼和陪嫁都是个形式，只要孩子们过得好就行。可两边家长都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最后这事儿就黄了。两个年轻人本来挺有感情的，也因为这事儿闹得很不愉快。我看着真的很心疼，就因为一点彩礼和陪嫁的问题，好好的一段姻缘就这么没了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不是一场利益的博弈。双方都应该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考虑，互相理解，互相让步。再说说小芳吧，她走了之后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。我就想，她是不是真的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？还是会继续这样在相亲的路上越走越偏呢？我真的希望她能好好反思反思，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物质要求，用真心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我也希望通过我讲的这些故事，能让大家对婚姻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。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不是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多少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是两个人在平淡的生活中相互关心、相互包容，一起为了未来努力奋斗。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因为彩礼和物质条件谈崩的情侣，也见过很多因为感情深厚、不在乎物质而过得很幸福的夫妻。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能明白，婚姻的本质是爱情，是两个人的相互陪伴。物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它不能决定婚姻的质量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。要是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相亲故事，或者有什么相亲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跟丽姐说。咱们下次再见。